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 Trinity Tech 团队的汤志龙。欢迎大家来到 Elatos 3周年技术专题系列视频。很高兴通过这个视频向大家介绍 Elatos Hive 的现状和后续的规划。Trinity 团队是 Elatos 社区团队，参与并聚焦在 Elatos 基础设施的开发。Hive 项目是我们团队在接下来半年里的工作重点。在这个视频中，主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Elatos Hive，Hive 项目的基本构想，当前的状态和进展，以及Hive 的后续规划。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启动 Hive 项目。大家都知道 Elatos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。目前呢，已经有了区块链、Carrier 通信DID 以及面向 DAPP 开发的 Elatos 和工具链。但从整个平台的完整性来看呢，还缺少一块存储服务。去中心存储是当下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，特别呢是以 IPFS 和 Filecoin 为首的去中心存储项目，他们呢的确给行业带来了一些令人激动的概念，同时存储挖矿也比较炙手可热，但是在实际移动应用支持层面却不是那么理想。IPFS 和 Filecoin 等项目都是偏向冷数据程序设计的，无法为移动端应用提供良好的热数据存取服务。这些存取服务呢，都是偏向于文件设计的，而目前移动应用主要需要的还是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存取，直接的文件存取需求还是比较少的。此外，这些存储项目呢，已经过于中心化，需要专业的存储设备来支持，隐形的使用成本其实偏高，而且也因为共识和经济模型的设计，实际的存取效率比较低，在支持DAPP 在线数据存取的需求方面变得很吃力。基于这个现状呢，我们才策划了 Hive 项目。大家看到这个图片是去年社区开发者为 Hive 设计的，作者好像是 Michael S， 觉得很形象。感谢社区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关注和支持。我们了解到去中心化存储项目和 DAPP 数据存储需求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，这就导致了直接在去中心化存储项目上面落地 DAPP 是比较困难的。Hive 的设想呢，就是在中间构建一个面向应用需求的 Layer 2的存储服务，弥补去中心冷存储和应用需求之间的落差，提供一个面向应用的能够很好适应落地的中间存储平台。除了对去中心存储的支持外， Hive 还会提供对传统云盘的支持，从而支持面向用户的个人存储空间。为了更好的支持应用，除了给应用提供实时的文件级的数据处理，Hive 还会提供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存储服务，以及 K-value 级的数据存储服务。有了这些丰富的接口支持，那么 Hive 提供的存储服务基本上应该可以满足互联网级的应用需求了。作为 Layer 2， 从概念上来讲，大家可以理解Hive 就是一个用户数据的高速缓存。真正的用户数据是在个人云盘上面，或者是加密存储在 Filecoin 的存储节点上。所有的数据访问都是通过 Hive 节点来完成，但是呢，对于最终的数据，所有的读写和更新都会回归到个人云盘或者是你指定的存储平台上，变成了冷数据，这些数据将永远为你所有。这个设计非常符合 Elatos 的整体理念，就是你真正完全拥有你的数据。你的数据就是在你自己的云盘上面，或者是你指定的 Filecoin 的存储节点上，你可以根据需要
授权你信任的 Hive 节点为你提供数据服务，也可以根据需要撤销这个授权。撤销后，所有的个人数据都会同步回你的那个存储空间。Hive 节点呢也将不再持有你的数据。在整个过程中，你的数据对 Hive 节点是透明的。Trinity 团队曾经尝试过，不经过 Layer 2，直接在 IPFS 上面进行应用数据的存储，遇到了前面提到的这些问题，也走了不少弯路。今年上半年嘛，我们经过重新的思考，确定了采用 Layer 2的方案。目前 Hive 项目在紧锣密布的开发中，除了 Trinity 团队，TimeTech 团队也为 Hive 开发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从目前的工程进度和成果来看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发布第一个技术预览版给社区开发者。主要的特性包括如下：第一是身份认证将采用基于 DID 的认证体系；第二，为用户提供个人的数据保险箱，实现用户数据的安全存储和隔离；第三，提供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数据存取服务和文件的存取服务。最后，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前提下，支持将用户在 Hive 节点上的数据同步到指定的私有存储空间。在这个技术预览版中，我们会提供 Android 和 iOS 的平台的 SDK。从目前的设想和设计来看， Hive 存储项目的复杂度会比较高，开发周期也会比较长。项目的开发可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集中解决 Hive 对基础存储服务的适配，实现 Hive 节点向应用提供存储服务接口。Hive 节点是可叠加的，用户可以自建节点或者是选择可信节点。目前呢，项目处于第一阶段。第二个阶段的目标是将 Hive 节点通过 P2P 网络连接起来，让 Hive变成一个真正的 Layer 2的网络，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工作量的证明。第三个阶段，我们将引入激励机制以及经济模型。存储服务是一个成本集中的基础设施，需要有合适的激励机制和经济模型来支持 Hive 服务持续健康的发展，从而推动 Elastos 生态的繁荣。讲解到这里，大家应该能感觉到Hive 项目设想还是比较宏大的，视频里面无法一一展开讲解。如果大家对 Hive 有兴趣，可以通过邮件联系我们。无论是对项目的建议，还是有参与项目的意愿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这里再次感谢大家观看这个视频，谢谢大家。